You know how people say after you go on a stage where you feel like you really interacted with the crowd, it lasts for a long time and it's really addictive. I totally experienced that this time. So after the show, we drove back to LA and we were at our hotel room, and I remember I just had to keep replaying it over in my head, like again and again. And it was like, that was like the best feeling I've ever felt in my 22 years of existence. 他曾紧张于舞台上的得奖发言，常常半句不离一口，闹木闹木。只是在镁光灯的注视下，逐渐成长为如今正好模样。他也从不是 BLACKPINK 中最显眼的那位成员，他人的光芒强大到足以将他掩盖。但是在 BLACKPINK 最需要人时，你总会看到他的身影出现在最前方。大家好，我是文仔，今天就和大家聊聊 BLACKPINK 的主唱 Rosé。1997年2月11日，出生于纽西兰奥克兰，7岁移民澳洲，并在墨尔本博士山长大。和许多喜爱歌唱的普通女孩一样，小时候 Rosé 只是单纯将歌唱当成饭后娱乐、闲暇爱好。尽管彼时的她已经是教堂唱诗班的成员，也对歌唱展现了无限热忱，但是在 Zack Sang Show 的一次采访中，她承认当时并没有所谓的远大抱负，对于担任几千公里外韩国训练生的想法更是不敢造次。3更半夜在家歌唱的那段日子，对于 Rosé 而言，可能是几个小时的欢乐时光，是一整天忙完课业后心情的放肆，但对于他的父母而言，却是烦人的噪音，是日落而息之时，却被女儿的歌声无限干扰的无奈。这也间接导致 Rosé 的父亲在得知 YG 娱乐将在澳洲雪梨举行海选的消息后，有了想将他送出国的粗略想法。虽然这怎么看都像是亲子之间的互动玩笑话，他的父亲却是在几天后就购来了前往雪梨的机票。不管是为女儿的宏图未来着想，亦或是单纯想让耳朵清静几天，反正 Rosé 父亲这大胆的行为也彻底成为了 Rosé 人生的转折点。在那场700进1的 YG 选拔赛中， Rosé 脱颖而出，成为货真价实的选拔第一人，并拥有加入 YG 娱乐成为练习生的资格。在与父母的热烈讨论后， Rosé 决定背上行囊，前往他乡，开始了他的另一段旅程。带着一把木吉他与练习生们在公寓里彻夜欢歌，至隔天清晨。这是 Rosé 与成员们见面的第一印象，也是自那一刻起，他的生活重心从一名法律系学生转移到日复一日的训练，变成了生存或失败，继续战斗或打道回府。在不知不觉中，从原本的爱好变成了现在的职业。他后来回忆，练习生那段日子就是在与自我的意志力争斗，想要做到脱颖而出，不断突破自我，又要忍受对家人的思念之苦，确实太过于不容易。这也是为什么在2017年 K-pop Star Season 6中，原本是要以 YG 前辈的身份给予菲律宾选手一些建议的 Rosé， 却因为对方的话语中提及家人在外等关键字，导致 Rosé 想起过往种种而不禁落泪。最终历经4年又2个月的练习生涯后， Rosé 正式以 BLACKPINK 主唱的身份出道，而他正是第4位也是最后一位公开成员。相较于在出道前就被世人所熟知的 Jennie、Lisa 和 Jisoo， Rosé 却显得单调许多。在成团前，他几乎从未在媒体曝光，这也为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只是后来人们才发现，早在2012年与权志龙合唱 Without You 的女歌手正是 Rosé 本人。当时的她才只有15岁，还未掌握 YG 那自成一家的混声唱腔，音色也远没有现在颗粒感那般扎实，但却给人一股莫名的轻松与自然感。或许那更贴近她原本的声线。其实 Rosé 音色出道前后的变化一直都是个热门话题。无可否认，经过 YG 声乐老师调教后， Rosé 对声音的把控及其音色的层次感比之以往肯定是突飞猛进，但他那厚重的鼻音却常常被人所诟病，听他唱歌也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就像是游走在破音与否的边缘上。因此有许多人希望 Rosé 能用回原本的声音，但这也是见仁见智了。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
至于我个人更偏向于后期训练出的嗓音，其实并非前者不好，只是后者更适合 Rosé 在 Blackpink 的定位。她既没有激素的盛世美颜，也不具备 Lisa 得天独厚的异域风情，同时还欠缺了 Jady 那与生俱来的霸气侧漏。可以说 Blackpink 一字排开时，你不会将目光投放到4人中的 Rosé。密嗓不只能突出她的个人形象，也能充分发挥 Rosé 的音色优势。当我第一次听见她在 Fantastic Duo 2中翻唱 Beyoncé 的 Irreplaceable 后，就彻底爱上了那副嗓音。这里因为版权问题，并不会将歌曲播出，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搜寻。Irreplaceable 这首歌的音律原本就非常的广， Rosé 不止完美驾驭，还唱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感。事后 Gomi 也说她的音色非常独特，是年轻人所喜爱的。不得不说 Rosé 对于翻唱确实有她自己的一套作风，尤其是在演绎英文抒情歌曲的部分上更能深刻体会。像是 Halsey 的 Eyes Closed， Rosé 还说因为从小说的是英语，所以到目前为止用韩语歌唱仍然比较难投入感情，要先背下口音与发音，然后再想象用英文演唱时的感情。当前辈 IU 在 Dingo Music 的采访中被问及最想合作的 idol 时，也是不假思索地回答了 Rosé。 虽然这不能证明什么，却侧面看出同行对于 Rosé 的赏识。这些年 Blackpink 四处走动，很少大大小小的音乐奖项， Rosé 这个名字也被更多的人熟知，但名气的大量积攒却会使他倦怠，追捧与欢呼声也从没浇熄他的初心。每一次的演出，你几乎都会在 Rosé 的身上看到惊喜，看到他正一点点的进步。可能在那些没有回归活动与演唱会的日子里， Rosé 都在默默耕耘，但他却是 Blackpink 中唯一没有个人作品的。原本是被点名续 Jennie 推出单曲 solo 后下一位展开个人活动的成员。可是到了后来 Lisa 接下高价代言，连基础都已经在 CG 圈发展起来， Rosé 的 solo 单曲仍然音讯全无。当然基础后来遭 YG 官方移除演员介绍，却又是后话了。世人为此打抱不平，甚至纷纷在 Twitter 发起 Stay Strong Rosé 的话题，在鼓励 Rosé 的同时，也在暗示公司的不公平待遇。庆幸的是，在我写下实施脚本的前几天， YG 官方终于有所表态， Rosé 的多首单曲已经完成，发布日期也将是在来临的9月。虽然对此抱持怀疑心态的人并不少，但这确实给粉丝们服下了颗定心丸。在韩国综艺节目里，也许是为了迎合韩国观众的审美口味， Rosé 给人的感觉总是娇滴滴爱撒娇的小女生形象，但是当她说起英语时，却是那般的沉稳内敛，却不失幽默，有时还能主导话题的去向。的确，美国 Coachella 音乐节舞台上很会带动气氛又懂得照顾队友的是她。 GMA 采访环节上，主持人抛出一个犀利的问题给 Blackpink， 说你们为什么认为是美国做好准备迎接 Blackpink 的到来时， Rosé 轻松回答是美国 Coachella 音乐节先邀请了他们，言下之意就是 Blackpink 在美国也有市场。也正是那个时候，网络上出现了对于 Rosé 从容大方、反应迅速的夸奖。Star 和 Sarah 上，主持人问他们商品设计的概念时，也是 Rosé 以自己幽默的方式解答，逗得全场观众大笑的同时，还帮队友们化解了初到美国的紧张气氛。当年那背着一把吉他来到韩国的小女孩，现如今已经成了我们眼中能够独当一面的偶像。即使如此，他却依然是那个常常在演唱会上被感动哭的成员。我总是轻易的感动，轻易的着迷于某个事物，但我很想把这个样子保持下去。虽然这种样子有时也会造成我的烦恼，但这毕竟才是真实的我。被问及感触最深的电影时， Rosé 回答《阿甘正传》，因为阿甘努力的样子看起来很幸福，也许他口中的阿甘倒映出的正是他自己的影子。喜欢将幸福与满足挂在嘴边，透过他人的写照对应现实的残酷，在忙碌的行程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感，在追梦的道路上坚定自己的初心，将他们看作自己奋斗的原动力，并与他们一起成长。这不正是追星者最享受的过程，也是 Rosé 热爱生活的理由吗？当澳洲森林陷入火难失去控制时，他会透过 Instagram 呼吁各界帮助澳洲走出大火的危机。如果我们都加入协助的行列中，一切就会有所改变。Rosé 总是试图透过一些特殊途径或属于自己的影响力去传达心底深处的想法。在马尼拉的一场演唱会上， Rosé 无惧目光，高举带有支持
群体意义的彩虹旗，算是公开支持了人士。身为一名从相对保守的国家发展出来的偶像，只能说 Rosie 真的非常勇敢，且这对于一个才20几岁的女生来说，确实太过难得。也希望日后的 Rosie， 不管是被世界以恶意对待，还是群人追捧，你都还是曾经的那朵野玫瑰。我是温仔，谢谢大家的收看。